朋友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是是非非脱口秀。我跟你讲了，今天这个主题啊，真的讲到我心肝脾肺肾都痒起来。你去全世界走一圈，你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，世界上有很多民族很爱文化，很尊重文化，很喜欢传统，可是只有一个民族啊，把文化当成随身心脏，走到哪里都要带着，给人拿掉一点点都不可以。那个民族是谁？就是马来西亚华人。你问他们，哎呦，为什么你们这样坚持文化的？马来西亚华人会跟你讲，没有文化人会死的咩？讲的好像文化是维他命 B12， 一天没吃会头晕，2天没吃会冒冷汗，3天没吃会死翘翘。我跟你说，全世界华人最有文化执着的不是中国人，不是台湾人，也不是香港人。你看中国人现在忙什么？忙赚钱。台湾人在忙什么？忙选举。香港人在忙什么？忙移民。只有马来西亚华人在忙什么？忙文化，忙传承，忙祭祖，忙拜神，忙孩子考不好被亲戚讲你的基因有问题。你说他们是不是很夸张？没有夸张，这是日常。你看我们华人过年，哎呦，一大堆习俗，你不可以穿黑色，不可以乱讲话，不可以在老人面前翘脚，不可以比长辈先动筷，不可以讲死、倒霉、破，全部不可以。你问马来人、印度人、欧美人，他们哪有这样？他们过年就开心嘛，随便吃，随便笑，随便玩。但我们华人过年是怎样？跟打文化比赛一样，一不小心讲错一句话，你阿姨会转过来跟你讲，哎呦，你这样讲话很不吉利的哦。你以为他是亲戚，其实他是文化警察。再来，你去看马来西亚华人的家，几乎每一家都有神龛、香炉、祖先牌位，有些连猫走过去都要拜一下，怕他触犯了文化禁忌。以前我一个朋友的儿子把祖先牌位拿来擦灰尘，他妈妈吓到差点晕过去，因为他觉得擦太大力祖先会生气。你看，连灰尘都有文化。你以为这种坚持只会出现在老人身上？错，年轻人也是一样。你看华人年轻人平时可以不讲话、不笑、不放感情，可以对家人冷漠，对男女朋友冷淡，对工作没兴趣，但是到了清明节突然变成孝顺天王。你叫他烧纸钱，他会烧到像在做仪式，他怕不烧祖先会回来找他。但是叫他收房间，他会跟你讲改天啦。你说是不是很神奇？讲真的啦，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执着不是普通的执着，是那种如果世界末日来，陨石掉下来，别人先抢食物、抢水、抢药，马来西亚华人会先抢香，不是抢香水，是抢拜神的香。因为没有香，他们觉得祖先会找不到他们。你看我们这种民族啊，真的特别。别人文化是兴趣，我们文化是责任；别人文化是怀旧，我们文化是恐惧；别人文化是生活方式，我们文化是生存感。你敢动华人的文化，哎呦，我跟你讲了，动文化比动他们的钱还更不能接受。你去问马来西亚华人，如果政府说以后你们不能拜神，不能写华语，不能过中秋，不能吃粽子，你们怎样？他们会马上跟你讲，哎呦，那还要我们活来做什么？我们这样不是变没有灵魂没？你看中国人听了都傻眼。中国朋友最常问的一句话就是，为什么马来西亚华人比我们还更像华人？这句话每次我听了都想笑到跌下椅子。我只能回答，因为你们已经忘掉的，我们还在坚持着。你说这是不是一种奇迹？是。马来西亚华人把文化从中国带出来之后没有放下，反而越坚持越大，越坚持越凶，越坚持越夸张。这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华人把文化当命，是他们觉得文化没了，他们人生就没 password， 连 WiFi 都连不到。各位朋友，我跟你讲了，马来西亚华人这个民族啊，越看越觉得很像一部历史恐怖片。你看他们今天坚持文化，坚持到连晚餐要用什么碗都要有祖先认可感。但是这背后不是因为他们闲着没事做，不是因为他们爱传统爱到发疯，真正原因是什么？怕什么？怕消失，怕边缘化，怕被同化，怕孩子长大不认自己是谁。这个怕呀，很多华人嘴巴不讲，但心里面比榴莲河还大颗。你去问马来西亚华人，你为什么坚持文化？他不会回答你真正原因，他只会讲，哎呦，文化嘛，很重要的啦。但是你仔细听他讲那句话的时候，喉咙里面其实卡着800年的辛酸。你看其他人讲文化是讲得很浪漫，文化是生命的香味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，文化是延续过去与未来的桥梁。哇，很美，对不对？你以为马来西亚华人是这样吗？ No， 他们的文化就是一句文化不见我们就死定了。你看华人生活里所有的坚持都来自恐惧。
你看他们坚持孩子读华小，坚持到像在送孩子去观音菩萨门下学功夫一样，风雨无阻。你问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读华小，他们会讲，哎呦，不是我要，是社会逼到这样嘛。其实真正的意思是，如果孩子不读华小，以后没有华语，以后不懂自己是谁，以后被边缘化，我们就完蛋了。一句话，文化不是兴趣，是防身武器。你看马来人坚持他们的文化，是因为国家保护他们；你看印度人坚持文化，是因为宗教撑着他们；你看欧美人坚持文化，是因为社会会尊重他们。只有马来西亚华人，他们坚持文化，是因为如果他们不坚持，没人会帮他们坚持。你讲痛不痛？痛。你看他们坚持拜神，坚持祖先牌位，坚持节日礼俗，不是因为特别爱传统，是因为他们觉得祖先是最后一个永远不会背叛他们的人。国家会变，政策会变，社会会变，经济会变，政党会变，朋友也会变，但祖先不会变。所以他们拜的不是神，他们拜的是安全感。你以为华人拜神是求发财？没有啦，真正是求一句祖先保佑我们不要被时代抛弃。讲到这里，你是不是突然觉得马来西亚华人很可怜？哎呦，你还不知道真正的辛酸在哪里。你去问中国人，你们中国文化强不强？中国人会说强，我们是文明古国。你问台湾人，你们文化强不强？台湾人会说强，我们是文化软实力国家。你问新加坡，你们文化强不强？他们会讲我们有政府，有经费，有政策。你问马来西亚华人，你们文化强不强？马来西亚华人会沉默5秒，然后讲我们很努力了。你看这个回答里面藏着多少无奈。因为文明古国不会被同化，文化大国不会被边缘，政策保护族群不会担心消失。只有马来西亚华人每天睁开眼睛，第一件事就是今天我们的文化还有没有活着。你看每年中秋节，全马华人拼命做节目，办活动，挂灯笼，吃月饼，办晚会，好像中秋节不是节日，是文化奥运会，输了就完蛋这样。华人为什么拼？怕消失，怕文化没有舞台，怕孩子以后只会英语不会华语，然后问你妈咪 What is 月饼？哎呀，听到你会心碎。再讲一句更痛的，马来西亚华人坚持文化，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这个国家最容易没有根的民族。你看马来人，他们有土地，有王室，有宗教，有国家根。你看印度人，他们有庙，有族群结构，有印度文化背后撑。只有华人，他们在这片土地是从海上来的移民，所以他们没有天然根。他们心里知道，如果文化不扎根，我们就飘走了。所以他们抓文化抓到像抓救命绳这样。你看很多华人讲华语讲不好也要讲，讲方言讲不标准也要讲，拜神拜到自己也不太懂也要拜，孩子看不懂华文也要逼，节日做不出完整流程也要硬撑。你问为什么这样累还要坚持？他们会讲，哎呦，不坚持我们以后变没有文化的人。其实真正的意思是不坚持我们以后没有身份。再来，我讲最痛的那一个点，马来西亚华人坚持文化是因为他们没有退路。你看中国人被同化不可能，台湾人被同化自己也没搞清楚方向，新加坡华人被同化不会啦，政府保护他们。只有马来西亚华人连文化能不能继续传下去都要靠自己保护，靠自己出钱，靠自己顶着，靠自己担当。所以你问他们文化重要吗？他们会讲重要。哎呦，这不是重要的问题，这是生存的问题。你看一个民族把文化当成生存的最低底线，你就知道这一段历史有多孤单，有多辛苦，有多不被理解。这就是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执着，不是因为狂热，是因为怕失去自己。这个话题讲出来啊，很多人会心痛，会怕，会不敢面对。但是我是是非非脱口秀就是要讲别人不敢讲的。我们讲了马来西亚华人为什么坚持文化，讲了他们背后的恐惧、痛、历史、孤单、无奈。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来了，未来呢？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到底是要死、要活、要淡掉，还是会更强？哎呦，我跟你讲了，这个问题太多人问了，有些外国人问，有些中国人问，有些本地人也问，最怕的是连华人自己也在问。你看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嘛，孩子学校压力大，补习中心像开7-11一样越来越多，华语越来越难，功课越来越重，大家越来越忙，孩子放学回家根本没时间讲文化。
你问现在的小孩子中秋节是什么，有些会回答吃甜的那个饼。你问他做什么要吃，他会说我也不知道啦，我妈妈叫我吃我就吃。你看这就是断层。再问清明节是什么，有些孩子讲错，是剪草的日子。你讲是不是气死人？可是你又不能怪孩子，因为现在的生活节奏已经不是以前那种慢慢来、慢慢讲、慢慢传的时代。你以前阿公阿嬷可以坐在家门口泡茶泡4小时，现在家长连呼吸都要计划表。你说文化会不会慢慢消失？会，不骗你，一定会。因为文化要传是要时间、要耐心、要环境、要社区。现在社区没了，大家搬来搬去，换来换去，孩子放学进补习班，补习班出来进手机世界。你跟他讲文化，他会问你有 WiFi 吗？你说文化会不会被稀释？会，不骗你，一定会。因为华人现在太忙太累，忙到一个节日要准备10样东西，大家都懒得去做。以前端午节一定要包粽子，现在端午节是买粽子、吃粽子、肚子胀、睡觉。文化变成菜单项目，不是家庭作业。但是，等一下，你不要哭先。你以为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会慢慢死掉？ No no no， 我跟你讲啦，这个民族最厉害的就是越压越硬，越打越强，越边缘越团结。你看全世界华人哪一群最会传文化？不是中国人，中国人现在忙着赚钱；不是台湾人，台湾现在忙着骂政治；不是香港人，香港忙着搬家。你看日本华人文化稀释了，你看美国华人孩子讲英文比讲华语还自然。只有马来西亚华人孩子读完 SPM 还会突然跟你讲一句，妈，我想报名华小当助教。你听到整个人都吓到。你问他为什么，他说我怕以后华文没有人教。你听到你会不会哭？你会哭，因为你看到希望了。你看文化这个东西很奇怪，不是你越保护就越强，是要看这个民族有没有胆，有没有心，有没有骨。马来西亚华人就是那种骨太硬、韧性太强的民族，历史证明过很多次了，被压一次，文化长一次；被逼一次，文化强3倍。不给文化空间，他们自己开空间；不给学校，他们自己建学校；不给资源，他们自己筹钱。世界上只有马来西亚华人这样硬，硬到连政府都知道，你动他们文化，他们会跟你拼命的。你看独中就是最明显的例子，从以前被边缘到现在变成全世界华人的文化代表。你以为独中会死？独中越打越红。你以为华小会垮？华小越讲越大声，甚至现在连很多马来人、印度人也来读华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觉得，哎呦，这个民族的文化真的有东西。你看到这边是不是突然觉得华人文化好像不是会死，反而会越来越强？对，就是这样。文化的未来不是消失，是变形、进化、加强、升级、升级再升级。以前文化靠老人讲，现在文化靠网络传；以前文化靠家庭，现在文化靠社区、靠媒体、靠活动。你看华人不会让文化死，他们只会让文化变得更潮、更新、更 loud、更 international。 以后中秋晚会会不会办？会，但可能会变成有 DJ 的月光派对。以后清明节会不会扫墓？会，但孩子可能边扫墓边直播。我今天带阿公上 TikTok。 以后新年会不会拜年？会，但可能拜年拜到 AR 眼镜都用上。你不要小看华人，这是一个全世界最不会让文化断线的民族。他们不是保护文化，他们是把文化当命，文化当 WiFi， 文化当 Power Bank。 没文化，他们整个人没电。最后我讲一句最深的，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不会死，因为这个民族不是靠别人保护文化，是靠自己硬撑出来的。文化不会没，文化只会越来越 loud， 越来越够力。各位朋友，今天讲到这里，你看一个小小的文化背后竟然有这样多辛酸，这样多坚持，这样多历史，这样多不能讲的秘密。马来西亚华人这个民族啊，世界看不懂，外国人听不懂，连中国人都会问为什么你们这么硬。但你看我们就是这样硬，这样顶，这样撑，这样守。别人文化是用来欣赏的，马来西亚华人文化是用来活下去的。你说这个民族够不够力？你说这个民族是不是世界奇迹？你说这个民族是不是越压越强，越强越怕别人看不到？所以我今天讲这3段，不是要你感动，不是要你哭，不是要你骂，是要你记住一句，华人文化撑到今天不是运气，是代价。
不是别人给，是靠自己拼；不是传统，是责任。好了啦，今天讲了这么多，你们应该也听到心脏跳到胃里去了。讲文化讲到这样深，这是别的节目不敢讲，别人不敢分析，别人不敢碰的。但是我们是是非非脱口秀不一样，我们就是敢讲别人不敢讲的，敢拆别人不敢拆的，敢笑自己也敢骂社会。因为我们知道真话不一定好听，但一定有用。好啦，今天的节目讲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分析，喜欢我讲的够力、够直接、够真实、够贴地气，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是是非非脱口秀。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讲那些别人不敢讲的东西。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不然我下次讲文化就找不到你了啦。谢谢各位，我们下次见。